7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最近出现问题，就是食不下咽，要把东西吞下去的时候发生一点困难。意思就是说，好像固体的食物要把它咬碎以后要吞下去卡住的那种感觉，所以要喝点水。那慢慢的又改成了比较像粥状的那样的一个半流质的这个才能够顺利的吞下去所以当到医院来以后，医师就会给他安排做这样的一个食道摄影。食道摄影意思就是这不是看食道镜看胃镜，这个透过喝一些贝益，我们可以把食道整个一个轮廓看得很清楚。这个轮廓看起来就是怪怪的，这个不对正常应该是界限是很清楚的，像这样的一个界限，这里好像有一个东西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呈现一个阴影，这样的一个这种影像会去呈现。所以透过喝下贝剂，贝剂就会在我们食道这个地方经过。这不是这个病人这是另外一个食道，它没办法舒张的一个状况之下会扩大。那进一步，这个刚刚已经知道有问题，问题点在哪里也知道，然后给他做胃镜的时候，一看食道里面这么恐怖这么恐怖所以会拖到那么久，这个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是要有更高的一个警觉性这个。正常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应该是这样子那它变成局部是这样的一个凸起，所以你要吞下去是食物，当然会卡住因为空间变小了，而且这个还有其他的问题可能会产生出现，因为这个局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狭窄，我们吞咽会发生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这个吞不下去，会咳出来，那么前面就是我们的气管。所以食道跟气管这两个是前后相关性很强的。如果后面这个有问题的时候，它当然也可能影响到前面，甚至于引起在吸入以后吐出来，在吸入以后造成吸入性的一个肺炎所以这个病人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如果临床上发现症状吞咽上有问题的时候，当然早一点来治疗这个。诊断这个都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这是从侧面看的时候，正子摄影可以看得到这是心脏，这是后面食道这个地方有很明显的肿瘤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病人就相对比较晚期，经过放射线治疗化疗，然后再手术给他切除比较大的一个手术，然后再把胃拉上去做这样的一个重建的一个手术，所以这个过程中是蛮辛苦。所以槟榔、抽烟这个都是造成食道癌的一些危险因子当然这个一些比较储存类的腌制类的食物我们要少吃这都是比较健康的饮食的一个习惯。